为什么你从掩体拉出去的时候总能被别人打死？欢迎来到本期的教你一招。其实呢，这个就是近大远小。相信很多玩 FPS 的玩家都听过这4个字，但是呢，可能有些彦祖不是很理解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们呢拿这个掩体举例，离这个掩体越近，我们的视野越小；反之，离得越远，视野越开阔，看到的东西就越多。就比如这个掩体后有个人，我们本来是能看见他的，但随着我们离掩体越来越近，我们反而看不到他了。但是在对方的视角里，他离掩体足够远，视野没有被遮蔽太多，是一直可以看见我们的。这样的话，远离掩体的人在对起枪来的时候呢，就像开了透视一样，总是可以提前开枪，它会导致远离掩体的人总能先一步看到离掩体近的人。那么在实战中，我们该如何去利用这个机制？首先要寻找离掩体更远的枪位，来给自己创造更好的优势。比如我们在进攻楼梯时，贴着墙出，视野受限，对面呢还会先看到我们，这时我们可以选择拉远一点，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也可以优先看到对方。第二，当你被逼入掩体，对面又来冲你时，就不要慢慢探头往出拉了，直接一个大跳，因为对面本来就可以先看到你，这时你再慢慢拉出去，其实跟送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此结束，我是抖音精选作者阿能，后续我还会继续更新三角洲的新手攻略，欢迎上抖音精选追跟我，这里是爱你们的阿能，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你的架枪架不住，而且很容易被别人秒掉？今天阿能教会你该如何正确的架枪。欢迎来到本期的教你一招。要想更好的架枪，我们就要学会选位以及架枪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架枪呢就是在固定的掩体旁瞄准敌人即将路过的地方，阻止敌人推进，从而达到控制一个区域或某个关键路口的效果，可以让小队更加的安全。架枪相比移动中射击拥有更充足的反应时间，更高的稳定性，对枪的胜率也更高，所以在一些高压局经常会出现2队甚至3、4队互架的局面。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该如何正确的架枪。架枪其实也是一种预瞄，你要把准心放在对方会拉出来的位置，这样当对方拉出来的时候，你的准心就在对方身上，可以直接开枪，而且不需要重新进行预瞄。但是在直架时要注意关闭枪械的激光，避免被敌人发现。没有击狙类武器的话，尽量不要选择一些常规的直架点位。会玩的高手会在掩体后不停的 pick 找出你的位置，然后提前预瞄好你的架枪点位，打提前枪造成击杀。一些非常规的架枪点位可以大幅避免这种情况，但是架枪也不一定非要去直架对方，可以学会架过点，也就是敌方从一个掩体到另一个掩体的必经之路。就比如从这里到这里，这时我们就可以这样架枪，只要敌方不是威龙，基本呢是必死的。同时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侧身不等于架枪，架枪时也不要露出过多的身位。如果你不清楚自己露出了多少身位，这里阿能可以给你一个参考。架枪时我们以瞄具作为参考，大概露出半个瞄具就可以了。在架枪的时候，除非已知敌方信息，否则尽量不要和队友站同一个位置和抢同一个枪位，避免敌方直接冲锋，枪线被队友挡住，导致2人一起阵亡。同时咱们需要和队友沟通信息，架枪成功后快速响应补枪，架枪失败后快速躲回下一个掩体后重新组织架枪。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抖音精选作者阿能，后续我还会继续更新三角洲新手攻略，欢迎上抖音精选追跟我，咱们下期再见。只需一招，让你的对枪胜率大大提升。欢迎来到本期的教你一招预瞄。顾名思义，预瞄就是提前预判加瞄准，提前预判并瞄准敌人即将出现的位置，心中有人，开枪自然准。预瞄的作用就是在遇到敌人后减少瞄准、定位、拉枪等操作的时间，遇到敌人之前做好预瞄，甚至可以做到在遭遇敌方时开镜的一瞬间，准心就已经在敌方身上，只需轻按鼠标左键就可以稳稳击杀，创造优势。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预瞄呢？首先我们进入靶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探头或者是跳拉时，准心会随着人物动作而滑动。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慢慢熟悉这样的滑动距离。当你想探头或者是跳拉时，将准心提前放，配合探头或跳拉的人物移动，让咱们的准心自然靠近敌人，再配合鼠标开枪修正，从而击杀敌人。在实战中，我们可以通过收集敌方的信息，如脚步、枪声、道具声等，提前将准心放在敌人可能出现的位置，再通过咱们的探头或者是跳拉，拉出掩体瞄准开火，减少拉枪和瞄准的时间，打出与对手的一个瞄准时间差。在打架时也需要在心中有假想敌，用准心搜索敌人可能出现的位置，并且记住它，然后强化它，不断的根据局内信息进行预瞄和调整。即使咱们无法做到开镜就在敌方身上，准心距离敌人也不会太远，能极大的减少拉枪和瞄准的时间。咱们熟练以后，甚至可以做到在遭遇敌人的瞬间开镜即开火，完全不需要再进行定位微调。当你养成心中有假想敌的习惯后，不管是在信息收集还是排点搜点，都能有极大的提升。
会让你的准心更加精准，更容易做到仅需一键开火即可融化对手。三角洲与其他 FPS 游戏不同的是，比如瓦、Go 需要瞄准爆头线造成一击必杀的效果，而三角洲咱们在战斗中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咱们的枪械后坐力较大，上下浮动较为明显，作战时又有各种跳拉、跑射、拜佛等枪法，很难做到一击必杀。为了提高咱们的击杀效率，建议大家瞄准胸部以上的位置。至于爆头线，在熟悉枪械弹道以及后坐力后，咱们可以慢慢追求，不要盲目。如果盲目追求爆头而导致枪法瞄边，建议呢还是最终以击杀效率为主。好了，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我是抖音精选作者阿能，后续我还会更新三角洲新手攻略内容，欢迎上抖音精选追跟我，咱们下期再见。为什么你一探头就会死，而你打别人的时候总是打不中？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关于 Pick 身法、激光的运用和跳拉身法。欢迎来到本期的教你一招。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三角洲独有的机制，左探头露出的身位小于右探头露出的身位。同理呢，向左边跳拉的优势要大于向右边跳拉。基于以上的机制，今天首先给大家讲的是闪身 Pick。Pick 的意思直译是观察、瞥眼，大白话就是在掩体后露出一点点，不给敌方露出太大的身位，无伤或者以最小的代价拿到对方的信息，提升对枪的胜率。在咱们三角洲游戏当中，可以通过 Q 或者 E 来探头露出掩体，但是如果单纯的使用 QE 的话，移动得太慢，给对手瞄你的机会。所以呢，我们要讲的闪身 Pick 就是在 QE 探头的基础上，加上方向键，利用反向移动加快回拉的速度，减少露出身位的时间和后摇。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当你想要左探头时，按照顺序，先按 A 向左移动，接 Q 键左探头，探头出去的瞬间松开 Q 键，并立马接 D 键向右移动，就能快速闪身，无伤的拿到一些信息。如果是切换探头的玩家，仅需在探头时连按2次 Q 键，再按 D 键回拉，但是速度会比按住探头的玩家略慢。这就是闪身枪的基本操作原理。但是我们每一次 Pick 都会蕴含非常多的细节，细节处理的不好呢，也会有一些致命的威胁。第一点 ，Pick 时尽量不要离掩体太近，这个呢主要是基于之前讲的近大远小的原理。咱们离掩体越近，视野就会被遮挡越更多，对手呢是能看见我们比较大的身位的。第二点Pick 时如果不是打提前枪，准心不要对着敌人可能出现的位置，而是尽量用余光去找出对面的位置。准心直对敌人 Pick 和用余光 Pick， 敌人露出的身位是有很大差距的。原因是咱们用准心瞄准对手的话呢，探头 Pick 的路径会更长，对手呢会先看到我们的整个头部，尤其是右探头 Pick 露出的身位呢会更大，而用余光 Pick 时，对手最多只能看到我们的半个头。搭配移动键也能快速回到掩体后，是更安全的一种 Pick 方式。第三点如果 Pick 不是想打提前枪，只想拿一些信息的话，最好不要切枪和开镜，持枪会降低咱们的移动速度，开镜之后会更慢，会严重影响到 Pick 的速度和缩回掩体的效率。可以考虑直接切刀 Pick， 移动速度会更快，减少咱们暴露的时间。在掌握了 Pick 身法后那么实战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怎么样运用枪械的激光呢？首先，枪械的激光雷射在开启时可以大幅增加操作速度和腰射精度，同时呢，可以使用战术狙枪，让自己的近距离作战更有优势。但是咱们在开启激光后，激光的可视距离约为52米，在范围内的敌方是可以根据激光来猜测位置的，所以在正面对枪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开启雷射，增加操控速度，以争取更快的开机速度。如果是在进步探点摸位置时可以将雷射激光对着地面或者是墙面，千万不要将激光对着敌人可能出现的位置，避免暴露太多的信息。当然也可以直接选择关闭雷射，在遭遇敌方时直接使用战术狙枪，快速开镜且有足够的精准度。如果是在直架对手时呢，强烈建议直接关闭激光，减少敌方的警惕性，避免暴露位置。在准心出现敌方时，可以一击必杀。最后还要跟大家讲的是跳拉，在三角中最重要的技巧之一。三角洲游戏在开镜时，无论是跑射还是跳打，子弹呢都不会有太大的散布，基本呢可以做到精准击杀。那么我们跳拉呢就非常的实用了。跳拉分为大跳和小跳，大跳的操作方式一般为 W 加 Shift 加跳跃，在急跑状态下起跳，可以跳得更远，提高对手的跟枪难度。在空中配合腰射，可以无缝连接冲刺，也是最常见的跳拉操作，通常呢适合1号位突破。小跳的操作方式一般为 W 加跳跃，放弃了体跳的速度，可以露出更小的身位，可以更快的撤回掩体，可以小身位骗枪以及精准的控制落点，也可以持续不同方向跳跃规避敌方枪线。当然本期的视频呢也是主要给各位新手烟友们讲一些实战中的小技巧。好了，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我是抖音精选作者阿能，后续我还会更新三角洲新手攻略内容，欢迎上抖音精选追跟我，咱们下期再见。